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第5人格声韵的呼唤9全球总决赛小组赛抽签仪式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潇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木木，站在我们身旁的是全球赛事裁判长阿潮，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没错，那今天所有的签呢，也都会是由阿潮来为我们进行抽取，依旧是看点满满。我相信除了台上的我们台下的选手现在的心情应该也是紧张、害怕又忐忑。对，是的，就是我一开始上台前我都觉得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我现在更期待他们的紧张了。没错，所以我们也是接下来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抽签的规则。第5人格声韵的呼唤9全球总决赛即将开战，本赛段分为小组赛、淘汰赛2个阶段，来自6大赛区的20支战队共同争夺声韵的呼唤9全球总冠军的称号。是的，小组赛阶段将于4月10日开赛，4月19日结束。20支战队将于同一抽签池内，通过随机抽签分为4组，按照抽签顺序进入相应位置，进行分组单循环积分赛。各组小组赛第1进入到淘汰赛的第2轮8进4，小组赛第2、第3名进入淘汰赛第1轮12进8，小组赛第4、第5名淘汰，止步声韵的呼唤9全球总决赛20强。是的，这样的话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啊。但我们其实也可以说，就是在前一天的话，我们也是相当于进行一个彩排，尝试看了一波手气，当时那个手气够冒，但现在先留个谜题。没错，而且我说实话，这个抽签，还是挺关键的，真的是太关键了啊！反正到时候就看看大家，会不会像自己心中所期待的那样，对吧？有一个好的顺序，或者说是有一个好的分组。对的，刚才看到我们台下的选手也是，因为现在还没开始抽嘛，没错，所以还是比较放松的。是的。那接下来也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参与到抽签的战队，来自中国大陆赛区的9支战队分别为 M2C 成都狼队、ACT、GR、FPX 朱雀、TE、北京 WBG、X Team 成都 GG。是的，来自日本赛区的5支战队分别为 Zeta、RC、FL、DFM、Axis。来自欧美赛区的2支战队分别为 Oni、B4U， 来自东南亚赛区的2支战队是 RT、AR。是的，来自中国港澳台赛区的有 LX， 来自韩国赛区的有 PRR。还是很多战队我们比较陌生的。是的，有很多的一些战队他们是第一次进入到这个深渊的，所以他们的面孔我们其实都比较陌生的。是的，是的，所以还是很期待新的战队在新的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对，想要看看他们的发挥，对吧？没错，那接下来也是开始吧，进入到我们正式的抽签环节，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今天 A 组的第1支签。没错。这个音乐开始紧张起来了。其实第一个我们还不太紧张，但是你每一个分组的第1名，他要是定了之后，第2个可就有了。没错，没错。看第一个 WBG， 很激动哈。北京 WBG 很激动。是的，到时候就可以看现在就可以看他们的表情了。我觉得应该能放松许多吧，毕竟你是第1个签出来了的。因为现在虽然我看到过客刚才高举双手，但是别的还没抽呀，不知道他在期待什么。可能是激动，对吧？很好奇。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B 组的第1支签。成都 GG。这支战队其实我们在今天已经看到他们的发挥了，发挥的其实还是不错的。没错，刚打完，而且他们也是刚才在赛后采访说，阿潮你注意点。对，阿潮可能就是表示一句我不太想注意，我看不见。是的，而且其实截至目前2支战队都是来自中国大陆赛区的队伍。没错，均衡的。是的，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C 组的第1支签。不会 C 组第1个也是黄色的吧？其实这样均衡的场面对于一整个赛区来说是好消息。是的。那看一下欧姆尼这支战队呢，我们其实也知道老面孔了，对吧？也老熟人了，每一次深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场的。没错，而且我有记得有一次抽签，对他的那个表情嘛。对对。是的，就我吗？打这几支？是的，是的。场景有点类似啊。对吧？就看一下这次 A、B、C、D 组的不同的这个实力分配了。对的。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D 组的第1支签。看 D 组到底第1个人是谁？
哦，MRC， 他们很激动，他们很激动，因为可能确实很均衡。目前来看，我甚至好像可以大胆猜测了，到时候队服直接换穿了，对吧？上一届其实就是这样。对，然后抽到了一组，看又怎么用，对吧？确实对，哎，反而激动的就变成我们了，他们反而就是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害怕了。是的，因为我现在来看呢，这个咱们中国大陆赛区的这个签已经出现很多了，那就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重复。确实，所以也是看一下阿潮的下一手，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A 组的第2支签。看第2个队伍是谁？哦，是红色的 DFM。DFM 这支战队呢，其实它是在日本赛区那边的一支队伍嘛，它也是首次进入到这个深渊了。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他们这边的一些发挥，因为在往常呢，阿柏、菲利克斯在这个队伍里边，其实作为一个求生者，其实发挥也非常不错。没错没错，我相信其实能够进入到我们这次小组赛的队伍，每个队伍应该都有绝活，都有非常高的实力。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B 组的第2支签。台下怎么在喊成都狼队？真的有可能吗？但怎么好像是红色的呢？红色的哦，阿克西斯来到了 B 组，绝对是欢迎，对吧？他们各个队伍现在就是欢迎。哎，你先赶紧先把这些队伍先移开，这样的话我先往后边挪一挪，我先放到后边啊。而且这2个队伍，我记得在去年深渊也是有渊源、有交手的。是的。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C 组的第2支签。现在每个小组其实实力强的都有很多的，而且他们这一次4大天王都已经练会了。哦 ，PRR， 韩国赛区的 PRR。对的，这一次他们也是第一次的一个新面孔啊。那我们也到时候是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发挥，因为在往常呢，他们是有一种绝活，就是我贯彻到底的，他们可以是喜欢自己的绝活，能打出一些很新颖的发挥。刚才也是看到台下的选手在互相的拉扯，很激动啊！因为现在目前越来越多的队伍出现了，没抽到的队伍就会要开始紧张了。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D 组的第2支签。你看这些人有多坏，有一堆人在那里喊 G2 G2， 让 G2 获得最后一个。试图声控吗？RT 这支队伍呢，其实他们熟人呢可能又没有太多，都是基本上是陌生的面孔，也是第一次进到这个深渊。对啊，他们的一些角色呢是有一手隐士的，但这个隐士不知道在这一次深渊能不能也是顺利的见到。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年确实有非常多的新面孔、新队伍，那也就更加意味着有可能会有黑马。没错。所以也是继续来看阿潮下一手的抽签，有请阿潮我们抽取 A 组的第3支签。我已经听到他们自己在说的话了，太恐怖了，不行，我已经看不下去了。是什么颜色的？AR 这支战队是在东南亚赛区这边队伍嘛？其实它这里边呢，虽说战队是在第一次进入深渊，但是里边是有我们的老熟人的，有秒牌，有河神啊。这2个人其实应该有很多是已经非常熟悉了，很熟悉了。因为不管是我们的深渊还是我们的 IVS， 像各种世界赛都能看到他们的表现。没错。好，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B 组的第3支签。又在试图声控，他们真的能声控成功吗？他们一直在喊 G2。X-Team。这4个分组有点难说呀，对吧？我感觉好像跟前2天的差不太多，有没有？真是，是吧？当时我们其实就说，哎，4个分组各个颜色都有，现在的话也挺平均的。就是抽到现在哦，我觉得很难说是哪个组特别的艰难，就感觉很均衡。是的。那接下来有请阿潮我们抽取 C 组的第3支签。这个小手动一动，我现在都开始紧张了。这是什么？FBS 朱雀。现在的话，朱雀也已经在 C 组了。4个组其实现在都不是特别的好打。没错。但是作为 C 组第1支
中国大陆赛区的战队。现在也看到，就是前3个分组都已经是人员吧，比较偏满员了啊。第4个分组，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到底还会有谁轮在里边。没错，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D 组的第3支签。这个球已经是不多了，啊，越摇越少了。是谁呢？什么颜色？啊 ，LX。然后是中国港澳台赛区的这边的一支队伍，啊，这支队伍其实也是新面孔的一支战队了。他们的角色呢，其实是有之前比较喜欢的艾伟，因为我是在之前看过他们的一些录播或者说一些比赛状况的，发挥也是非常不错，所以我们到时候也是可以期待他们的一手4大天王的发挥。而且看到现在，颜色各异，每一个组均衡。很均衡，很期待 A 组的第4支签了。来，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A 组的第4支。哎，这样一看，其实每个分组都有很大的看点啊。什么颜色呢？好，T1速。T1速这支战队其实它是较早的，就是拿到一支门票的，也代表了他们现在的实力已经是调整了很多了，而且现在状态上也非常的不错。没错，哎，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曾经的队员和现在的教练的这个哇？我觉得是会有的，很好看。好，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我们抽取 B 组的第4支签。B 组现在已经有2支中国大陆赛区的队伍和1支来自日本赛区的队伍，都很强哈。好，成都狼队，所以真的可以声控吗？这个欢呼声是给自己的，还是在给成都狼队的呢？我觉得你让人询问一点了，对吧？因为这支战队你现在放在这里，这 B 组有点不太敢进了。说实话，这个成都狼队跟成都 GG 分到一组的这个剧本，去年见过呀。哎，见过太多次了。哇塞，那真的是很有缘分了。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我们抽取 C 组的第4支签。真的可以声控吗？是的。哎，好像是红色 ，FL。Vanel。来到了 C 组。FL 这支战队其实他们的队伍呢，他们其实也是很多次进入到这个深渊了。在上一届深渊可能就是发挥不太佳，被早早的给淘汰了。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他们是有备而来，因为他们的队伍里边的话有皮皮卡，对吧？有哈卡，他这2个监管者选手，其实在之前的发挥，其实他的实力都非常的强横。是的，这些名字听起来都非常的熟悉，都是曾经给我们眼前一亮的选手，印象深刻了。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我们抽取 D 组的第4支签。哇，马上要尘埃落定了。这是谁呢？啊 ，Before You。Before You 这支战队，我觉得也不用太多介绍 ，Spinzer 对吧？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了。是的，而且今年的这个 IVS 太印象深刻了。对，他那几大天王现在都已经练会了，我相信现在的台球手啊，或者说杂货商，应该在他手里也有，已经是对我们虎视眈眈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在之前其实我们一直称之为他是一支黑马战队，但现在他也是一个实力非常强横的队伍了。没错，非常期待他们在接下来深渊小组赛的表现。那么后面也是有请阿潮我们抽取 A 组的第5支签。最后的4支战队了 ，ACT、GR 啊，还有 Zeta 以及 RC。这4支战队哪一个其实都不太好惹啊。好 ，RC 来了，凶险，对吧？来到了 A 这2个词就可以已经形容 A 组了。但 B 组我觉得又好在哪里去呢？的话，那感觉去年的这个几强都在前面了。如果 B 组，其实都是老对手了，也是老熟人了。没错。我在在他们这边的一个心里去想一下的话，我觉得还是不想着太早见面啊。很期待。来，接下来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B 组的最后1支签。其实不管是哪个战队到这里面都已经很死亡了，已经很死亡了。是的。小手摇一摇，是什么颜色？GR 来了。GR 战队。所以真的可以声控吗？因为刚才他们一直在台下喊 GR，卡蒙这个表情。哎，
现在宠爱应该就是在给年锦欢呼。我觉得就这么说吧，你们别坐一起了，去年就是坐一起分一起，没什么用，长点记性。你换衣服都没有用，你坐一起能有用吗？明年还是分开坐吧。是的。我的天哪！最后2个了，要么 Zeta， 要不然的话就是 ACT。是的。好，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 C 组的最后一支签。看 C5是谁呢？现在其实就看颜色就能看得出来了啊 ！ACT 来了 ，ACT 在这支队伍其实他也是较早的拿到一张门票了，也是同样代表着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是改进了很多。同样呢，求生者现在也是改变的非常大了。毕竟是我们大陆赛区第一支拿到门票的队伍嘛。对的。而且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还真的是每一个赛区的每一支队伍、每一个颜色，在每一个组别里，除了 B 组啊，对，A、C、D 组都是你可以遇到各种各样的对手。现在这4个组，我们其实能看到他们的绝活，或者说是我们期待看的一些看点吧，都是五花八门的，很多。好，那接下来也是有请阿潮为我们抽取今天的最后一支签。是的，其实我们心里已经知道结果了，对吧？好，在他这边是落到最后一个分组。那这样其实4个分组，我们一开始，我感觉真的跟昨天，对吧？我们的彩排差不太多。对，因为其实昨天我们有彩排嘛 ，B 组也是同样的情况。对，同样的一个中国大陆赛区的队伍也是很多的，然后呢，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但其实有一说一，都已经打到这个时候了，而且也是打到这个版本了，各个队伍现在版本上的跟进是非常快的，对吧？现在几大天王或者说角色台球手，就是我们刚刚介绍那么多，其他的队伍谁不会啊？是不是？现在就是手底上见真章，你看看到底谁更强，谁的求生配合更好，对吧？谁能状态上发挥得更好了？而且截至目前，我觉得，因为我们中国大陆赛区的预选赛是最后一个阶段结束嘛，其实其他赛区的队伍应该在这段时间就在研究、在学习、在钻研我们的一些战术。是的，现在很多的求生者他们的发挥呢，我们也看到了，很敢打、很敢拼的。你现在回光返照的点，你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能认识到一些选手，他们现在其实回光返照我都不带了，我就打一个前期，都很拼。而且大家现在也越来越爱看了。对。没错，特别是我们这次这样的一个分组，我觉得每一个组别仔细研究一下，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很期待的一些看点。是的，这颜色一开始说五花八门，对吧？你现在把它们颜色你稍微挤下来的话，我都感觉可以画一张画了。对，我刚才看到小明昏厥了在座位上。是的，你这换这种情况谁不昏厥嘛？上来先把所有就是说是自己之前的一些老面孔嘛，你先是碰了个遍，然后你打上去之后，你发现旁边的还是熟悉的老面孔。没错，而且我觉得非常多的这个伏笔，你像今天 X Team 的时候，最后在赛后采访，他们也说要打最艰难的小组赛，确实。很艰难。下一次啊，别坐在一起了，真的给个建议，别坐一起了。然后呢，你这个衣服也不能换穿，至少你先避掉这2个一个规则。我感觉或许呢，对不对？这个签运可能也就变了。而且我觉得今天其实台下的选手的非常多的这个怎么说呢？许愿都成真了。他们的许愿都成真了吗？因为你像最开始 B 组开始抽的时候，就开始喊。成都狼队，然后又开始喊GR，全到 B 组去了。但这一次我感觉他们自己也掉进去了，因为他刚给别人欢呼完了，就给自己呐喊上了。但是这个呐喊好像中间透露了几分痛苦。没错，因为毕竟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能够看到最后尘埃落定的那一刻，就像我们之前很多选手说的，再艰难又怎样？是的，敌强我更强。没错。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分组情况啊 ，A 组是 WBG、DFM、AR、T1速以及 RC。B 组这边是成都机器 Axies、X Team、成都狼队和 GR 战队。是的 ，C 组这边的话是 Omni， 然后 PRR 以及 FPS 朱雀、FL 还有 ACT。D 组这边是 M2C、RT、LX、B4U 和 Zeta。是的。这4个分组，其实我们刚刚也是调侃了一番，但其实每一支队伍都不好打，因为他们现在会的东西也太多了，你无法通过一个简单的 BP 就能直接陷入到对方，而且现在也每一个人现在进步的都太多，太聪明了，打法也是。
是的，因为确实我们在这个赛场上已经交手过太多次了，彼此都非常的熟悉。而且其实就算是这么说，每年都还是会有非常多的惊喜在小组赛、在淘汰赛等着我们。没事的，反正我们今年的这个预选赛也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亮点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也是可以期待一下了。是的，那么也是感谢各位的观看。4月10号小组赛将于上海长三角国际电竞文化中心开打，我们小组赛再见，拜拜。